都是毕业班的女学生。学校没有女舍吗？有，之前招过一批，但是因为宿舍不够，所以就盘下这个公寓。这里租金挺贵，对吧？是的，都是非富即贵的女学生。这个是宿管阿姨王妈，这位是中央巡捕房官层探长，这位是丁日仪丁法医。探长先生，向曼今天跟我约好了交房租的，我来了以后，敲了半天的门他都不开门。你不知道他已经欠了半年房租了，所以拿了备用钥匙把门打开了。没想到他情况怎么样？死亡的时间大概是凌晨1点左右，死者有多处外伤，但都不致命。尸体上有多处血管破裂的痕迹，像这里、这里，还有这里，颈部、手部，包括腹部全部都有。这证明他生前的时候经历过比较剧烈的一个思想波动，比如说像是恐惧啊、兴奋啊等等，从而引发心肌梗塞，导致死亡。从尸斑上来看，这里应该是第一案发现场。房间内没有打斗，门和窗都没有破损，这应该不是一场谋杀。只是，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凌晨1点，他突发心脏病，为何不向室友求救呢？他有心脏病史，有没有可能是心脏病发猝死呢？他在深夜发病过吗？没有，但那也不能证明另外，就算他是心脏病并发，他也会大声呼救，你一点都没有听见。我吃了药，睡得很沉。也许只是你认为你睡着了。我睡没睡着，我自己不知道。人的记忆并不可靠，很多梦游患者都不知晓自己在睡着之后做过什么事情，还有一部分人会因为受了刺激而缺失一部分记忆，而这类人也不知道自己有问题。我不明白你想表达什么。我跟向曼无冤无仇，我为什么要杀他？你和向曼曾因为奖学金闹过矛盾，是吗？我跟他是有过不愉快，但不是因为奖学金。怎么回事？是我拿他当朋友，但他可能没有拿我当朋友。至于奖学金，在我知道是在跟他竞争之后，我就退出了。他确实更需要那笔钱。怎么说？他家里应该是出了一点状况，因为缴不上学费，差点退学。不过后来也没有退，学费也缴上了，大概是家里的问题解决了吧。我要问的问完了，让他走吧。你们不怀疑我了？陆小姐，我好像从来没有说过你是嫌疑人。尸检报告出了吗？死者确认有慢性心脏病史，死因是心脏病突发身亡。不过他的外伤是不是诱因，有待进一步尸检结果确认。好，辛苦了，尽量快一点。好，我知道。阿东，汇报一下死者当晚的案发情况以及他人际关系网。好嘞。死者向曼，他的父亲在租界里有家饭店，家道殷实，但是因为他父亲好赌，不光输光了家产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为了躲债，他抛妻弃女，离开上海，没有任何消息。现在和他母亲相依为命，但是我们去他家的时候，并没有发现他母亲。听邻居说，也是去躲债了。他在学校的表现如何？向曼是个老实人，之前和陆以真一直交往，但是两人决裂之后，又和吴潇潇都有接触。啊，对了，她还有一个男朋友，叫张志强，他是大华染坊的工头。工头？对，两人好像在染坊认识的。行，现在我们着重要调查的是张志强。是。哎，干什么？你不是说他没有嫌疑了吗？谁说他没嫌疑？在调查张志强的同时，陆宇珍也不能放过。是。您看一看，
您这个表的字呢，已经给您刻好了，在这边。然后这个贺卡您也看一下，你写好了。染的布料。哦。啊，都可以哈。哦。好，稍等，我给您包起来。这个表啊，您先生看了之后一定会非常喜欢的。小姐到了，上海有名的几家染坊，咱们都逛遍了。要是这还没有您要找的，那整个上海就不好找了。谢谢。你慢走啊。我是昨天晚上才刚回来的。哎，小姐，您是来订货的？没有，我找他们。就是闹一点小矛盾，我这次回来就是要跟他和好的。你是张志强吗？你怎么来了？我为什么这么来？我来物归原主。你是张志强吧？是。哦。向曼给你的。我是他的室友，我叫陆以真。这是他想给你的东西。你干嘛？那是给他的。这块表有可能是跟案情有关的证物，我要带走调查。这表挺贵的。是挺贵的，全上海都没几块，表行说了。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。向曼身上有好几处外伤，你知道这事儿吗？外伤？我不知道。不是，我可没打他。这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说没就没啊？怎么死的啊？死因我们还在调查，到时候会通知你。这是能出台的大先生独有的徽章，私企的客人也有。哎呀，陆少爷，这么多姑娘陪着还不尽兴啊？我是尽兴了，他还没有呢。哎呀，这位也有意思，带着女人来我们四喜楼找痛快。3爷好生招待。他想知道什么就告诉他什么。二位有什么吩咐啊？我有朋友有一件跟你一模一样的旗袍，这可是我们四喜楼店做的布料，独家的。你们这有个姓向的先生，你还有印象吗？啊，那位大学生啊，他早就不在这儿了，不知道是不是攀上了什么高枝，嫁给谁家做姨太太了。攀高枝做姨太太？那位先生眼光可不是一般的挑，一般人可入不了他的眼。哎，你们好，陆同学。范教授。真巧啊，我正找你呢。您找我？来我办公室。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没改变我的想法，老师。可以理解，这也是表达尊重的一种方式嘛。看来你们的关系比传言中的要好。我们以前挺好的。原来是这样。
他呢有一位常客，看上去文质彬彬的，但却不像是个老爷。不过啊，他出手阔绰，经常点他出台。哎呀，可惜啊，陆马这么年轻，遇上你这么好，可惜。你跟向曼是什么关系？我和向曼的关系和你一样啊，师生关系啊。我看见徽章了，你是他在四喜小楼的客人，你是他的老师啊！你怎么能这么对他？你冷静，我只是去消遣一下，我也没有想到在能碰到向曼啊。我们分得很清的，没有因为四喜影响到学校的关系。他身上的伤是你打的吗？伤什么伤？我没有不，我没有对他动粗过。别我太太。开门，范慧仪，开门，开门！你不能在这儿，你不能在这儿。开门！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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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！怎么证实？他有四喜小楼的徽章。你慢走。阿东，取证过程中他的情绪如何？哦，很平静，只是谈到陆玉珍的时候稍微激动了一点。找人盯着他。好。范坤仪的妻子，也是贵校的教授。对对，我们化学系的教授。是位非常负责的老师。二人关系如何？从未见过二人红过脸，都是恭恭敬敬、相敬如宾的。阿拉见了好不羡慕哎。不过人家夫妻的事，关起门来哪个有晓得哦？校长此言何言？有一次啊，周末我回学校拿东西的时候，正好路过黄教授的办公室啊，哎，听见办公室里传出歇斯底里的争吵。哦，有一说一哦，他们两个在工作上一向都是学校里每位老师的学习的榜样哎，连黄教授都是非常尽责的，几乎每天都要泡在实验室里。每天都在实验室里。对呀。就知道你们还在这儿，我这有新的发现。范坤仪不是心脏病复发那么简单，而是另有其因。没错，我们在范坤仪体内发现了大量蝶氮化钠，这是一种被引进不久的化学物质，常被用作防腐剂。常温状态下无色无味，但毒性极强，区区几克就可以杀死像范坤仪这样的成年男性。另外，死亡特征和心脏猝死极其相似。而范坤仪本身就有心脏病，需要按时吃药，将蝶氮化钠混入他的心脏病药物中，就算他服下含毒的药猝死，那也不会引起人的怀疑。这招也太阴险了。但是，蝶氮化钠是非常危险的化学物品，常人没什么机会接触得到。阿东，可以说完了。你是化学系教授，对吧？对。所以呢？
我们在学校实验室查到蝶氮化钠的数量与所记录的不符，你有什么想解释的吗？我没有什么可解释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个你应该知道什么东西吧？4喜小楼，你不陌生吧？好几次大闹4喜小楼的人也是你吧？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没关系，我来告诉你，4喜小楼是一家书寓，也就是高级妓院，他们收费高。这样一枚小小的徽章更是千金不换。你说你丈夫到底花了多少积蓄才换了这样一枚徽章呢？别再说了。那些夜不归宿的夜晚，你以为他在学校里面兢兢业业的备课，其实他是在找女人快乐。够了，够了。还有一个事情，他在4喜找的女生，你应该也认识，就是他的学生，他们白天是师生，夜晚。你说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可有1秒曾想过你？够了！别再说了，别说了！他们该死，他们都该死！所以你给他下了药？没错。那个姓范的不顾我的死活，把我所有的积蓄都拿去给那个娼妓。我现在真后悔，我后悔没好好折磨他，再让他去死。所以你也杀了向满。向满，我杀他干什么？该死的是那个陆亦真。我如果早知道他跟姓范的靠在一起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你搞错人了。范奎一去4喜，找的是向曼。你说什么？你杀向曼的并且魏真，现在真凶也已经抓到了，你的目的达到了，从此以后你我井水不犯河水。确切来说，真凶只抓到了一半。什么意思啊？在进一步尸检中，证实了范奎一和向曼死因是因为蝶氮化钠中毒。蝶氮化钠是一种剧毒的化学物质，中毒症状和心梗十分相似。黄帝会发现范奎一在外鬼混后，便从学校的实验室里偷取了蝶氮化钠，并放入了他的心脏病药物中。这么说，在我见到范坤仪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服下了被下了毒的药。对。那你刚才说真凶只抓到了一半，什么意思？下半不是他杀的？我们也不清楚，黄帝会没有承认自己杀死向曼，而且我们在实验室的记录蝶氮化钠差额刚好只够杀死一个成年男人。他是化学系教授，对剂量的把控十分严格，某种程度上也证实了他没有杀死向曼的说法。不过蝶氮化钠是剧毒物质，应该有严格的把控吧？普通人应该不能接触到。这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。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你有什么目的？我告诉你案件细节是想告诉你，我对你没有任何目的。陆雨珍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回事？我才跟你分开多久，你就给我惹出这么多事儿？你让我怎么跟你父母交代？没事儿。你们认识啊？不认识，跟巡捕房的人有什么好认识的？认识准没好事，跟我走。
受伤的时间在出事前的1个礼拜。你好。哎，小姐您又来了。这次还是找张工头。是，麻烦您帮我叫一下他。哎呦，他今天不在。没来上班啊？啊，几天没来了？没几天，这不是他女朋友去世了吗？人家心情不好，歇2天。那你知道他家在哪儿吗？知道呀。你要去看他呀？我担心他也出事。说的也是。其实张工头平时对我们挺好的，我找时间也得去看看他。硫？没错，我按照你的要求又重新查了一遍，虽然都是蝶氮化钠，不过这个成分里有硫，之前的那个纯度则更高，其实差的还是挺多的。那什么样的情况下，蝶氮化钠里面会含有硫啊？这就不一定了。蝶氮化钠大多用于防腐剂，但都是工业用途。哎，这人，你怎么还走了？张志，哎，张志强，吕京，谁啊？为什么要跟着我？张生，放开，放开他，别动！别过来！放开他！放开你才有活路！我没有活路了。让我走！让我走！别动！张志强，你听我说，闭嘴！我是来给你送东西的。什么东西？小曼给你的东西。在哪儿？在地上，包里。是他给你画的画，画了你们的未来。他想跟你一起回苏州，等他毕业以后，他去当老师。你去开染坊，你们会有2个孩子，你们会有一栋很大的房子，靠在河边，你们还会……别说了！别说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张志强。那只手表是向曼给你开染坊的钱，他一直在为你们的未来努力。生活对他那么不公平，几乎夺去了他的所有，他都没有放弃。在他最绝望的时候，他遇到了你，他把你当成救命稻草。他因为爱你，所以不想让自己伤痕累累的样子被你看见。可你呢？你为他做了什么？你为你们的未来做了什么？你可以不爱他，但你为什么要杀他呀？我爱他，所以我忍受不了他是这样的。我原本以为他就是个单纯善良的大学生，可没想到这都是假象。如果不是那天我去四喜送货，我都不知道他还有这样的一面。是他下贱，是他淫荡。是欺骗的我呀！我接受不了这样子的他，可是我爱他呀！你不爱他，你根本不配爱他，你懂什么是爱吗？老豆，带他去训报房。走，对不起。我们有位老人不见了，俺老院上上下下都找不到。老人叫什么名字？什么时候走失的？
婆婆叫高文秀，年纪挺大的。她平时会杵着一根木头拐杖，中午吃饭的时候她没来，后来就发现找不到了。婆婆脑子有点糊涂了，喜欢自言自语。平时除了在院里，她还会去别的地方吗？平时我们会带老人到小公园散散步，但一般不会让他们自己出去的。警官，我有事先去忙了。你好，你好，请问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老婆婆呀，拄着拐杖，头发花白的？没有。哎，这几条路都是通着的吗？对啊，这条路就是路口，你往后面走人会更多，然后你可以去那里问问。行，谢谢你们，不客气。政务带。啊。介绍一下死者情况。死者名叫刘家良，45岁，是附近光启安老院的院长。有家属吗？有一个80岁的母亲，这是他的地址。你带人去查一下他的母亲。好。小罗，走。死者没有致命伤，死因是窒息而亡。窒息？从尸体的判断情况来看，死亡时间应该是3到5天之前。凶手呢，把它倒吊在树上，然后在树下放满食物，应该是想让他看着这些食物受到折磨，最后不会饿死他吧？从你的结论来看，凶手在他的额头画叉，是想要惩罚性杀人。不过可惜的是，这名凶手没有什么医学常识。人在不喝水的前提下，3天就死了。但是如果是倒吊的话，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。肝脏还有肠道会压在肺部之上，导致肺部缺氧，从而窒息而亡。那如果被倒挂的话，能活多久？我之前在国外读书的时候，教授倒是跟我说过一个类似的案子。一个美国人被倒吊在洞穴里，他好像只活了28个小时，但总而言之比3天要短。母亲那边有什么新的消息？啊，我去了刘母家，但是根本没有人住。听邻居说，至少有半年没见到人了。我问一下，这个是什么案子？你昨天在后山发现那个死者，名叫刘家良，是光启安老院的院长。是他？我昨天找的那个婆婆也是他们院里的。除此之外呢？除此之外，就是他们院里的环境很差。我是问刘家良还有什么新的消息没？他最近很少与人接触，只听说他最近借了很多钱，但不知道干什么用了。上车。哎，咱们去哪儿啊？永宁街垃圾场发生了一件新的命案。谢谢。你好，请问丁法医在哪儿？全上海也只有丁法医有这么强的忍耐力了。哟，新面孔。哦，丁法医你好，我是新来的巡捕，我叫陆以真。
陆以真，死者什么情况？死者跟刘家良一样，在额头的位置被刻上同样的痕迹。不过刘家良是活活被饿死的，但是这名死者浑身布满伤痕，初步判定应该是被棍棒类的钝器反复暴力击打造成的。另外，他的左手也骨折了，你看，就一个尸体摆在这儿。死因初步判断是什么？应该是暴力击打造成的脏器损伤，还有失血过多共同造成的。死亡时间推测大概是1天以前。你怎么看？陆以真，你怎么看？我仅仅是靠同样的印记，我觉得是，但是行凶手法不同，他们2个也不一定是同一个人作案，也有可能是看了新闻报道的跟风者。我觉得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2个死者之间的关系，然后才能够确定与凶手之间的联系。关站长，死者周永杰26岁，无业。从家庭住址上看，应该就是在这附近。这附近就是光启安老院，刘家良就死在这附近啊。阿东，你带人去找一下周永杰生前所有行踪。没想到，那是我和我们家阿杰最后的。林姐，周老先生，这个钥匙，我肯定不是我们家的。这应该是光启安老院的所有的钥匙。周永杰怎么会有这个呀？确定是这儿吗？不确定，我也没来过呀。是谁？别动！警官，你们怎么进来的？这是谁？我不知道。事关重大，你若是以盲目有心逮捕你，这是刘院长的母亲，交给我吧。没事，没事。半年前，院长把他关到这儿，我有时候会偷院长的钥匙给他送些吃的。那天你来的时候，我没来得及锁门，他就跑出来了。院长不让任何人过问。你们这儿生活环境、卫生条件这么差，你这是养老吗？你这是虐老！院长把所有的善款都贪污了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别怕。先把他们送去医院。探长，地方法院那边有发现。D21，我发现刘家良和周永杰体内有大量的巴比妥类药物，这是一种镇静安眠的处方药，
作用呢有点类似于酒精，可以让人从轻度放松到失去痛觉，最后失去意识。你的意思是，这2名死者生前都被摄入了大量的镇静药物？嗯，没错，这么大的剂量会让人产生眩晕、呕吐、昏迷，甚至可以死亡。另外，你们看这个，2名死者额头上的印记，无论从创伤面积、角度、深度，都是完全一致的。探长，探长，有人发现周永杰被新北会的人带走了，这是新北会的资料。这个新北会是白象人成立的，说白了都是一些惹是生非的流氓。他们帮派的老大叫龙哥，专门用赌局来收敛钱财。刘院长私吞的安老院的善款，不会跟这个龙哥也有关系吧？把你整理的案件详情给我看一下。我外套刚才给我朋友拿走了，笔记本在外套里。你就是这么当巡捕的？探长，你想看的卷宗都在那儿，你要不要来看看？再说呀，我相信我们以真肯定对这些案件耳熟能详，你不信随便问一个细节，他肯定都知道，对吧？阿东，你去找一下龙哥的踪迹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我们去趟医院。好。走了。站住！让开！大胆！让开！放开我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抓我！放开！就因为知道你是谁，所以才抓的你。说，周永杰和刘家良的死是不是跟你有关？胡说八道！我根本不认识他们！放开我！快，放开我！现在不说，以后就没有机会说了。关探长，我说，他们2个在我赌场里出老千，被我抓住了，欠了我一大笔钱。是，我的确是找过他俩要钱，但是我根本没动手呀。那现在他俩死了，我都不知道该跟谁要钱去了。我这，哎，洪大夫，我也去找安老院的阿美求证过，刘家良跟周永杰2个人确实私吞了安老院所有的善款，包括单独捐赠给各位老人的款项，也都被他们用恐吓、诈骗，甚至是暴力威胁的方式抢夺。这件事情在安老院人尽皆知，但是大家都敢怒不敢言。你有什么想法？我整理了一下多方的信息，做出了如下的推测：死者刘家良跟周永杰2人互相熟识，是朋友关系。2个人一起去赌场，想要用出老千的方式大赚一笔，没想到被发现了，反而被龙哥反咬，欠下了巨额的债务。为了还债，他们2个把主意打到了安老院的头上。刘家良甚至囚禁了自己的母亲，试图索要更多的钱财。因此，我们有理由怀疑杀害刘周2人的人跟安老院有关系。不对呀，这安老院里边都是老人，连路都走不稳，怎么可能杀人还连做2起呢？我知道听起来挺不可思议的，但是就现场的这些证据还有信息来看，这种可能性并不低。首先，他们有足够的杀人动机；其次，我们在死者的体内查出了大量的镇静剂，这说明凶手是在死者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下做的案。在那种情况下，任何人都能杀人。所以，那也可能是在安老院工作的人。对，比如像阿美这样的熟知安老院内幕的，又长期遭受刘周2人压迫的人，都不能够排除作案的可能性。我赞同他的说法。这样，大家分下工，把安老院的人员关系网通通排查一遍。是的。喂，你好，中央巡捕房。什么？
被害者林雪慧，38岁，华庭上行大资源。尸体是这间酒楼厨师的徒弟在开门的时候发现的。酒楼老板今天有喜事，本来是要办酒宴的，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有后厨钥匙人都查了吗？查过，老板、厨师、徒弟都有不在场证明。受害人就是被活活烫死的。另外，他和前2名死者一样，在额头相同的位置都留下了同样的印记。那不会是同一个人所为吧？刘玉珍，你怎么看？现场没有任何挣扎跟打斗过的痕迹，想要把一个大活人活活的烫死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除非被害者在进去之前就已经没有任何知觉了。你是说林雪慧和前2名死者一样，事前都被服用了大量的镇静剂？是。有没有服用镇定剂，还要回去做进一步的尸检才能知道结果。探长，你这次可能碰到的是连环杀手。请你理解一下，求求你们了，怎么了？求你快出来！警官，求求你让我进去吧。警官，里边是我女儿，你让我过去看看她。你看，您不能进去，阿姨。作为亲人，看到那种情况，心里会受不了的。您节哀顺变，相信我们，一定会尽快找到凶手的，好吗？你告诉我女儿到底是怎么死的呀？老太太，你这腿怎么回事？被水烫伤的。怎么烫的？沏茶的时候不小心，一杯水洒腿上烫的。这伤口不像是一杯茶能烫。您知道您女儿怎么死的吗？怎么死的？在桶里活活被烫死。女儿啊，女儿啊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不可以说实话？警官，你们是不知道，老太太她身体不好，找不到生计，她女儿就嫌弃她麻烦，天天骂她。她腿上的伤就是她女儿一盆开水给烫的。我的命好怜啊！开会。上次我们去找周永杰父亲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留意到他的手有点问题？这个我知道。怎么了？他现在有嫌疑吗？把这个看看。周永杰把他父亲打成骨折。本来我们是要逮捕他的，但他父亲不听求刑，最后不了了之，只有这份记录了。有什么想法？这3个死者都跟虐老有关。林雪慧因为烫伤自己的母亲，所以也被活活的烫死。周永杰因为把自己的父亲打成骨折，所以他也是骨折，因为伤势过重而死的。刘家良的母亲被自己的儿子囚禁在阁楼，长期挨饿，所以凶手也希望他能够饿死。3名死者生前以什么样的方式虐待父母，就会被以相同方式的极端手段折不死。勉强合格。刚刚丁法医通知我了，林雪慧的体内也被摄入了大量的镇静药物，和前2名死者相同。案发地分别发生在公园门口、垃圾场、饭店后厨，这些都是人们很容易发现的地方。这说明凶手不想隐瞒他的犯罪行为，而是想公之于众。有这种可能，但是我们不知道林雪慧跟她母亲跟安老院有没有关系，所以这3名死者的关系网我们要重新排查一次，明白了吗？明白，明白。开工。喂，有巡捕房。哦，找陆玉珍啊。好，你稍等。陆玉珍，陆玉珍，电话。多谢。喂，你好，我是陆玉珍。高婆婆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怎么了？方若海打过来的，说高婆婆在她家，但她生病了，没办法把她带回去，让我过去。有什么问题？方若海是上海华阳医生会的人，之前安老院的问题也找过上海华阳医生会帮忙，
她完全可以让她同事把婆婆带走吧？为什么专门打电话找我呀？我送你去。不用了，也许可能是我想多了。哎，阿东，咱们的资料里有关于上海华阳医生会的，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？正查着呢。行吧，我去一趟吧，正好查一下冯如海。阿东，你跟陆医生一起去，我来查。我快点。好，行。我以为是有陆巡捕呢。哦，我们2个人一起来，更能保证婆婆的安全。他人呢？进来吧。你们家怎么感觉这么冷啊？家母怕热，所以我会给她备一些大的冰块，给她降温。来，哦，喝点水。谢谢谢谢谢谢。谢谢。正好有点渴了。哎，你们家可真是太难找了。婆婆人呢？她在屋里呢，我去给你叫。好。你喝点水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别这么客气。我要报案！我要报！我报案！我找探长！我找探长！别着急，我找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。我找探长！我是探长，我是探长。你要报什么案？探长，美娟让我来的，美娟危险，美娟危险！您是不是杨柳院的高婆婆？你认识我？你不是在方若海家吗？啊，不是，美娟危险，美娟危险，她有什么危险？美娟危险啊！探长，这是美娟让我交给你的。我看一下。好，您先坐，您先坐，我看一下。美娟危险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美娟危险，不着急。美娟，你放心，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啊！不着急，宝宝。美娟危险，没事，有我。美娟危险，等一下，不着急，不着急。小罗，小莲，小罗，让我们一下，走。美娟危险，美娟。没想到，那是我们佳姐最后的合影。起来，有危险！瑞果，你没事吧？你就是个混蛋！我是混蛋，可我能混蛋得过你吗？你给我回来！你！我找美娟。我都看见了，你把你自己的母亲推倒在地上。既然你这么无效，那我就替你的母亲来惩罚你。这是你杀人的理由？你觉得自己替天行道呢？没错，不孝之人，他就不会活在这个世上。陆医生，追他！别动！陆医生。
其实方若海一开始杀人，是担心自己死后母亲没有人照料。方若海的妻子早逝，2个人也没有孩子。他的性格较为古板，也没什么亲近的朋友。最后，方若海想到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先杀死母亲，然后再自杀。这样一来，母亲就不用再因为无人照料而受苦。方若海的母亲察觉到儿子不太对劲，写信给自己的好朋友，也就是安老院的高婆婆。怎料高婆婆已经有些失智，她虽收到了信，却忘了信上的内容，只记得自己要去找好朋友。但一切都已为时已晚。方若海最后依旧麻醉了母亲，将其杀死。他既然准备自杀，他为什么又要去连环杀人呢？就在方若海准备自杀的时候，一次捐款活动上，他认识了前来捐赠的刘家良母亲，也意外得知了刘家良曾经虐待母亲。也就是那个时候，他的内心开始扭曲。相信，他应该是在杀死刘家良之后，从而决定，在自己死前尽可能杀死更多不孝之人。仅凭他看到的那一幕，他就觉得我是一个不孝的人，就要杀我。可能一开始他也并不是这样。巨变会影响一个人的心态，这一点你应该清楚。